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话着急长得更着急的小王儿。现在年底了，马上过年了，各家公司都开始评绩效、发年终奖了。我跟我的女朋友呢，都在互联网公司工作。不对，我现在没有工作，应该是我的女朋友在互联网公司工作。正常来说呢，这些公司年底年终奖的平均水平是2个月工资左右。但是这一次呢，小杜在前年回来告诉我说，因为他拿到了他们部门的最高评级，所以呢，他们公司给他发了4个月的年终奖。那按照他的月收入水平呢，这个年终奖在税前达到了10万左右。我这一听，我也不能示弱呀，对吧？我这在家做 UP 主也挺不容易的，作为自己的老板，我也得给自己开个年终奖，对吧？所以我就把前天晚上我的晚餐从烤冷面变成了必胜客。你上医院看过没呀？你？但是呢，估计很多人看了视频标题之后，肯定会觉得，我操，你不就搁这玩变相装逼的吗？你女朋友拿着老些钱，你还不高兴是咋的？各位先别着急，等看完这个视频之后，可能你们就会有一点理解我了。事情呢要从去年年初开始讲。当时呢，我跟女朋友都刚刚创业失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找新的工作机会。借着这个机会呢，我女朋友找了一家发展空间比较大的，但是规模相对较小的一家公司来做她自己一直感兴趣的事儿，也就是商业化产品经理。具体这个东西干什么呢？咱今天就不细讲了。但是呢，到这家公司之后呢，她拥有了独立去完成很多项目的机会，她的想法与她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发挥空间。同时呢，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，她开始频繁的加班，压力呢也越来越大，甚至呢还出现了脱发失眠这种情况。所以那段时间呢，我每天回到家，除了看 LPL 跟 CBA 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必须事项，就是听她来向我倾诉她的压力。一开始呢，我觉得工作压力大一点是很正常的情况，甚至说对于我们这种上升期的年轻人来说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但是过了几个月呢，我发现在她身上这种压力不仅没有减小，反而被扩大了。她开始越来越害怕自己做不好，自己错过机会，甚至呢在看到一些同龄人崭露头角的时候，加剧这种压力跟焦虑。而我呢，那个时候其实本来就没有从我刚刚创业失败的那个阴影里边走出来，再加上每天吸收大量的这个负能量，我自己也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边缘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他妈实在是忍不了了，我就在他抱怨之后呢，直接我就穿上衣服就走了。那天晚上没在家睡，去了附近的一个网吧去包宿。还主意太正了。包宿一晚上几乎没睡觉，然后白天又上了一天班。第二天我是没法继续再包了，所以我只能回家。回家之后呢，我就很郑重的跟他进行了一次磋商，我就说你得克制一点，你要再不克制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测完我有轻度抑郁症趋势，你要是再给我这么传递负能量，我可能就得采取一点反制措施了。但是在我呢进行了强烈反对，并且提出严正交涉的这个前提下，他不仅没有反省自己，他他妈还笑了。我当时想，我操，你咋这么牛逼呢？你怎么还能笑呢？完事他就掏出了手机跟我说，就他妈你会测呀？我也测了，我不光是轻度，我是重度。两人这事儿，前一段不挺好吗？说实话，当时我看到他那个结果，我的冲击是挺大的。但是呢，现在过去也半年多了，回过头来再来看当时的我跟他，属实是2个脑瘫。从那天之后呢，我开始意识到，我应该在他的生活中承担更多的陪伴角色，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倾听者。所以呢，我开始坚持每天陪他锻炼，每周陪他去逛街，同时呢，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陪他说话，陪他聊天。就这样呢，我跟我女朋友2个人的心态状况很快就好起来了。本来呢是相约过几天呢去医院去看这个病，但是呢，现在2个人都没啥毛病了，好像我还有点病。你指定是有点毛病，磨磨蹭蹭有点儿。在那之后呢，我们2个就分别在各自的公司寻找自己的上升空间。我呢是争取到了独立的晋升空间，而他呢是让自己负责的这个项目从0做到1，并且呢实现了收入的翻倍。按理来说呢，最终我的女朋友拿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年终绩效，这个故事应该是拥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了。但其实呢，摆在我眼前的现实却是，我的女朋友在过去的1年里满载而归，而同样也很努力的我，却在过去的1年里先后经历了创业失败，而后又经历了裁员。作为一个男孩子，在想到这件事那一刻的心情，就好比心中有一块石子，一下变成了一座山，而这座山呢，狠狠地压在了你的身上，让你喘不上来气。你得支棱起来呀！你男人，你哪这样遇点坎坷，一些要死要活的？我一下子从一个安慰别人的人转换到了一个需要别人安慰的人。那这个角色的转变呢，让我想到了很多的东西。当初我女朋友在心中独自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，她是多么的无助。那还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同龄人，面对同样的压力，可能身边甚至连一个能倾诉的人都没有。那他们心中又是多么的绝望。过去的这段时间呢，我自己做 UP 主的数据并不是太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让自己慢下来，反反复复的看我做的这12期视频。看的过程中呢，我就有一些感慨。确实呢，
我跟很牛逼的那些同龄人之间的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。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确实也成长了特别多。这种成长呢，在我自己眼里是很明显的。作为90后呢，我觉得我们成长的时代决定了我们不得不拿去与别人比较。上学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去跟别人比我们的成绩；毕业之后呢，我们要去跟别人比我们的收入。那可能未来的某一天呢，我们还要去跟别人比我们的孩子。我们反反复复地提醒自己，我们已经足够优秀了。但这种脆弱的心理暗示，往往只因为同龄人发的一条炫富朋友圈就变得可笑不堪。可是比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全球有几十亿人，最好的跟最坏的只有2个，要成为他们俩也太难了吧？生活的动力可以从很多的渠道获得，但无休止的比较只会让你的压力越来越大。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，生活终究会给你想要的回馈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会自我调节，去打打游戏、逛逛街、搞搞对象。所以呢，我这期视频更的比较慢，我是在自我调节，你们谁也不行骂我。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年终奖真香。